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做酸种面包的细节很多，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抓住它的2个要点：面筋和发酵。先来说面筋。酸种面包通常会选用高筋或者中筋面粉，但是即便含有相同的蛋白质，它所产生的面筋强度是有很大区别的，这一点你要了解。例如这2个面团，同样的蛋白含量，都是80%含水量的面团。面筋的松紧程度区别很大，左边这个面团轻轻松松就可以扯很长，都拉出镜头了。右边的面筋很紧扯断了也扯不长。本地产的漂白过的高筋或者中筋面粉都是比较紧的 ，Costco 这个有机的中筋面粉是松的。这2种面粉都可以做出漂亮的酸种面包，但是整形的过程会有所不同，后面会介绍。新手操作加入一定比例面筋紧的面粉会更容易成功。我们开始操作，我今天用的是这个面筋比较松的面粉。我整理了一份详细的食谱放在视频的说明栏里，如果你只是想做好酸种面包，看视频就够了，不需要下载。搅拌到没有干粉就行了。这是一个很湿很粘手的面团。放置1到3个小时都可以，这个过程就是让面粉充分吸收水分，先生成一部分面筋。我们来看一下发酵面团用的鲁邦种，这个是前一天晚上准备的。酸面种里加上你做面包用的面粉和水，你看它的喂养比例也差不多是1:2:2。鲁邦种本身跟酸面种没啥区别，只是它的分量更大一点，它的目的是用来发酵面包面团的。放到瓶子里。8、9个小时左右长到了最高。鲁邦种尽量在12个小时内跟面粉混合。醒面1个小时之后，加入200克鲁邦种。面团先用低速搅打，混合之后呢，提高速度。面团比较软，我一般会用4档，打7、8分钟之后呢，面团已经成型。这个时候加入盐。继续4档搅打，大概3、5分钟，搅好的面团表面非常光滑，而且会反光发亮。等几分钟，给你撕一个膜看一下。可以撕出大片的薄膜，不容易破开。不小心戳破的话呢，破洞的边缘是光滑的。到这里面筋的形成为你后面的步骤奠定了基础，也是烤箱膨胀的第一个保障。给你看机器打面的另外一种情况，因为面团含水量偏高，搅拌头速度特别快的话呢，面团有时候会变成这种稠糊糊状态。这个时候前面已经形成的面筋被搅拌头全部打断了，你先不要着急把面糊扔掉，继续高速搅打，慢慢的前面断开的面筋呢还会连在一起。成团之后呢，放入盐，再打5分钟，最后也可以形成光滑发亮的表面。这个面团一共打了20分钟左右。到这一步你已经抓住了做酸种面包的第一个重点，选用了合适的面粉，并且形成了非常好的面筋结构。现在我们来看做酸种面包的第2个重点，发酵。这个面团可以做2个面包，手上跟盆子上都涂一点水，然后分割面团。鲁邦种和面团混合之后呢，就要开始计算它的发酵时间了。我的发酵温度是23到24摄氏度，我总共的室温发酵时间是6到7个小时。整圆之后呢，盖上保鲜膜发酵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，面筋已经放松了。我们来做一个平铺折叠，把面筋完全伸展开。桌子上用湿的厨房纸擦一遍。手上也沾上水，把4个角先扯出去，拉的时候呢，顺着面筋的力量，面团已经完全放松了，非常容易拉开。慢慢的拉出一个矩形，然后折叠。有时候呢会折进去一些气泡，如果是做大泡泡的组织结构呢，就不用管它。假如你要做蕾丝组织切面你要避免里面有大气泡。
折叠完之后，你看这个桌面是比较干净的，非常少的面粉痕迹，说明面筋结构很好。相反，如果桌面上留下了很多面粉，说明揉面不到位，放回盆子里继续发酵。接下来我们通过面盆里折叠的方法来拉紧面筋。折叠的次数和时间的间隔是由面筋的松紧程度决定的。这个地方就是前面提到的面筋紧和面筋松的操作区别。先来看看面筋比较松的情况。盆子里的面团1个小时之后已经完全放松，平铺了整个烤盘。你需要每隔1个小时做1次折叠，一共做3次。这是第1次折叠。因为刚开始2个小时发酵产生的气泡还比较小，所以你还可以粗暴地扯它。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发酵产生的气泡越来越大，你要轻柔地对待它，避免气泡从面团里挤出去。1个小时之后做第2次折叠。面筋跟发酵，它们2个是互相作用、互相影响的。室温下超长时间的发酵会让面筋失去支撑能力而垮掉。可是天然的酵母，它发酵的速度又特别慢，所以在发酵过程中呢，我们要通过折叠拉紧面筋，保持它的支撑能力，同时让酵母最充分的发酵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这个时候面筋开始有一点收紧了，刚好也到了我们发酵的最后1个小时。面团的发酵和面筋的松紧程度都趋近于最佳状态，并且完美契合。这也是最后1次折叠了。折叠后松弛1个小时，做最后面包整形。再来看面筋比较紧的情况，这是另外一个面包面团，里面加了1半面筋特别紧的面粉。刚才那个面团1个小时就把烤盘铺平了，这个面团过了2个小时还没有把烤盘铺平，它都还没有完全松弛开。对于这种面筋紧的面团呢，只需要在2个小时的时候做1次或者半次折叠，然后2个小时之后做最后的面包整形。后面给你看看折叠过度烤出来的面包是什么样子的。对于新手来说，如果你的面筋比较紧，它的支撑能力强，就不容易塌陷，你更容易控制它的发酵时间。来看最后整形，到这个时候呢，可以看到面团已经增大，面团上、案板上和藤篮里都撒满面粉。把面团倒扣出来，面团上面没有干的面粉，左右两边折叠，里面都是气泡，手法要轻柔。然后卷起，轻轻向下搓，把表面的面筋收紧。侧面封口，转过来，放入撒满面粉的藤篮。盖上保鲜膜包起来，放入冰箱冷藏过夜。低温发酵呢有几个好处，首先面包的酸味会加重，而且更容易形成蕾丝组织，同时方便你安排烘烤的时间。第2天开烤，我给你介绍3种家庭烤箱的烤法，都很好用。在烤箱右侧放入石板，在烤箱左下方放一盘火山石或者其他石头，500华氏度预热烤箱半个小时。烤箱烧热之后呢，把面包从冰箱里取出来，倒扣到烤盘纸上。割包可以控制烤箱膨胀的方向。这个地方入刀呢，它的耳朵是在正上方，最好是一气呵成了，一刀割开，不要像我这样来回搓。你注意入刀的角度，割好之后这个边可以挑起来一点点。然后放在石板的最左边，右边呢可以放1-2个冰块，提供更多的蒸汽。盖上大烤盘，大烤盘不需要提前预热，烤盘和石板是错开的，这样呢下面的水蒸气可以进入烤盘里。烤箱门上放一块毛巾，避免烤箱门上的玻璃遇水炸裂。最后给烧热的石头上倒上开水。
迅速关门，定上时间，先烤25分钟。25分钟之后拿走大烤盘，这个时候可以看到面包的雏形了，非常漂亮的烤箱膨胀，颜色白白的，还没有上色。如果你的面包已经上色，说明烤箱的温度和湿度不对，你需要调整。接下来把烤箱温度下调到450华氏度，继续烤6到8分钟就可以出炉了。看啊，非常漂亮，金黄色的外壳超级酥脆，形状饱满，完美的烤箱膨胀，而且有一个翘起来的耳朵。底部也是金黄的，而且敲起来有空洞的声音。第二种烤法只需要一个石板和一个大小合适的盆子，盆子的大小最好和烤熟的面包大小差不多。烤箱温度到达之后呢，放入面包，面包一侧放上冰块，提供更多的蒸汽，然后扣上盆子，盆子不需要提前预热，同样温度，同样时间，出炉。很好的烤箱膨胀，耳朵没有翘起来，因为盆子不够高，影响了耳朵的形状啊，有点遗憾。第三种烤法比较常见，用铸铁锅。如果烤箱是底部加热呢，下面要放一个空烤盘，防止面包底部烤糊。把锅和烤盘放在烤箱里预热，盖子不需要预热。温度到了之后放入面包，盖上盖子，同样的温度，同样的时间。也可以烤出非常漂亮的面包。放凉之后切开看看内部，非常漂亮的蕾丝组织。整体面包组织没有特别细密，也没有特别大的空洞区域，每一个气泡都是充满空气后定格在了面包中。因为有强大的面筋结构，有最充分的发酵，面筋包裹住发酵产生的气体啊，内部组织的每一个气孔才会打开，形成完美的蕾丝结构。来看另外一个面包，这个是前面那个紧面团，只做了半次折叠。不规则的面包组织，但是你仔细看大洞洞周围的小气泡，每一个气泡都是打开的，说明它发酵到位。对比两个面包的组织，你会发现折叠的次数越多，气泡排列会变得更加规则，更容易形成蕾丝组织结构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制作酸种面包中容易碰到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折叠过度，外观上看好有烤箱膨胀，也有耳朵，颜色也很漂亮，个头偏小。看看内部组织，大泡泡都很好看，但是小气泡都被挤破了，显得特别细密。而且有些气泡塌了之后呢，还有死面层出现。这个面包的面筋非常紧，还是做了3次折叠。每一次折叠的时候呢，都拉不长，然后硬生生的折进去。多余的折叠步骤把发酵产生的气体要通通赶出了面团，造成了面包发不起来。本来都挺好，结果过度关爱，造成失败，有点可惜。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发酵过度和发酵不足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是发酵过度的面包，先看外形，个头有点大，但是不饱满，有点扁平。切开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的大泡泡都在上面，但是整体组织看起来还是比较松软的，还能吃，味道也不错。这个是发酵不足的面包，个头就不大，但是也有膨胀，也有耳朵。切开看看。大泡泡组织很容易烤出来，但是大泡泡旁边的小气泡显得特别细密，明显的发酵不足。3个面包放在一起对比看一下，中间那个是正常发酵的面包。最后是最常见的塌陷面包，烤箱膨胀严重不足，也没有耳朵。切开之后呢，小泡泡特别细密。这个面包在烤的时候呢，面筋塌了，造成塌陷的原因很多。我们通过增强面筋的力量来避免塌陷。面团里加一些面筋比较紧的面粉，然后把它揉到这种薄膜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呢，面筋非常强大，它的容错能力很高。你看前面几个失败的面包，发酵过度、发酵不足、折叠过度，都有烤箱膨胀，都可以烤出耳朵。
都是因为我加了面筋紧的面粉。当你熟悉了制作方法，掌握了面筋和发酵，就不再局限于面粉，无论用怎样的面粉或者加入杂粮，都可以做出漂亮的组织结构以及完美的口感和风味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